大家好，我是袁某人。MSI 现在已经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每个 BO5 可以说各个队伍都是奇招频出。虽然在温度上没有老头杯训练赛精彩，但比赛的激烈程度还是不成多让的。而且比起过去 MSI 版本基本是只打一套 BP 逻辑，目前的 MSI 版本在解绑了神话装后，可以说是大家虽然在优先级上趋于一致，但队伍属于自己的风格还是差异很大的。所以比赛现在精彩在哪儿呢？精彩在双方的准备和在 BO5 中思路的转变上，而当下一切的核心就是换线思路的处理和应对。那本期 MSI 漫谈换线学家袁某人就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目前 MSI 精彩的这几个 BO5，同时也来跟大家盘盘各个队伍在这个非常紧凑的赛程里是如何不断的对换线战术进行优化的。那么 MSI 我想上来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无疑是 PSG 和 BLG 的这个 BO5，因为从入围赛的比赛内容来看， PSG 明显是硬实力弱的一方，而他们居然在和 BLG 的比赛中打满了5局，可以说是虽败犹荣。而能够让 PSG 和 BLG 掰手腕的核心，就是这个版本的换线战术。其实对于 BLG 来讲，他们是不愿意去主动换线的，毕竟拥有3路强线的资本，基本拿线就可以开启攻势越塔。就拿第一把 BP 来讲 ，PSG 下路拿卢娜来接 BLG 的卡列，那红色方的 counter 是给到了谢帝去吃兵的老黑，这个 BP 无疑是 BLG 喜欢的，兵靠个人能力扛你的 counter 线，然后团战找发挥，而下路是直接对线优势，无限下棋做烂你。但上来 PSG 就选择了换线，相当于我牺牲掉螃蟹打老黑的优势，去帮卢娜过渡他们压力最大的前3级，同时呢，厄加特1级的强势配合辅助来破坏BLG的野区节奏。从战术设计来说是完全没问题，只是 Knight 的处理非常好 ，Maple 和他呢都吃了第一个眼的经验，所以第一波兵就能直接到2，而 Knight 升2后立马前压，这里 Maple 吃完这个兵也是能2的，但他被左手升2后捏 E 的这个逼身位导致没法去 A 这个兵，这里1级死回家还丢闪，这把中路就必然会是左手的游龙局了。从整个战术设计来讲，卢娜规避前3级的弱势期，后续已经是一个可以相对安稳吃线的状态。虽然第一局 PSG 在10分钟后迅速就被打烂了，可 Betty 能够在10分钟掏出电刀，甚至下路小领先一些经济于 BLG 下路，可见换线战术完全是达到了 PSG 的战术预期的，是能够将 BLG 在对线端的个人优势给抹平不少。当然，因为第一局赢的实在轻松，所以 BLG 并没有在第2局对换线有太多的一个应对。这点很明显的就在于第3手兵先拿了鳄鱼，第3局的前3手双方出双边路，那都是 BLG 的优势对线。如果纯对线，那这种局肯定是 BLG 爽的，但实际上 PSG 选择换线后，上下的强势机又会被规避掉。本来 BLG 这个阵容前15分钟的双资源都是有机会控完的，可只要开始换线后 ，PSG 就有了置换的资格，他不会全丢。当然，这把 PSG 也有逆天发挥，前期卢锡安双招在手被鳄鱼单吃，真的有点绷不住。但 BLG 也同样出现了经典的休赛期后狂化的迹象，这把真的是浪的没边儿了。Maple 的龙王其实这局对线期是没什么存在感的，可团战他就是好发挥，何况 BLG 这边是猛为人头给老黑阿赤这个选手有2个英雄，我觉得相当可以，一个是兰博，另一个就是老黑了。他的老黑在很多处理上还是非常有经验的，而老黑肥了之后作用还是很大的。PSG 卢娜加老黑加龙王阵容相当扎实 ，BLG 这边鳄鱼加卡莉斯塔后期是肯定比不了的，在中期浪了一波，左手删数一掉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真的就打得太浪了。而第3局 Elk 在拿到招牌卢娜的情况下，居然能够0-4开局，也真的是让我始料未及。这里是得夸一夸俊家的，他的前期节奏还是相当犀利的，感觉 EDG 出来的打野在前期节奏的策划上都还挺 OK 的，就中后期处理稀烂的老毛病也确实这么多年都没改过来。那这个版本打野醒了，中路睡着是不能接受的，而 Maple 这个标5是阻碍 PSG 创造黑马奇迹的关键，他的操作真的有点太幽默了，不能让兵线进塔，因为 Maple 随时都能闪现。Maple 这个失误很巨大。Maple 想卡一个极限距离，没想到卡的是自己的极限距离。其实 Betty 这个标5打的也挺好的，比我印象中的他敢操作很多，但第3局有猴子有老黑看住的情况下，其实没那么好发挥。这个版本真不是说你挂个软辅就能1打5的版本了。BLG 这个队伍属于他只要能够赢你一波大团，那后面就是立马无限的压迫。所以在俊家给了机会阿了一次假猴后，第3局 BLG 也是很利索的击败了 PSG， 用时甚至比第1局还快，才24分钟。而 PSG 真正让 BLG 感受到换线效果的还是第4局。实际上第4局以前 BLG 都没有特别重视换线战术，因为之前 BLG 碰到的换线 BLG 他都解决了。在 BLG 眼里，换线是对手规避他优势的一种手段，是懦弱之举。我只需要临场去解他，就没必要去学他。可第4局PSG 是做足了姿态，在双方把下路4天王全部ban掉的情况下，他们2轮ban掉了卡牌，而没有ban维恩，然后选人的时候还亮了维恩，仿佛挑衅一样。哎，你敢选吗？
上单 VN 打老黑算是很经典的 counter 对局了，国手宙斯在 LCK 季后赛都用过，效果也都很好。而镖局这里果然上当，给兵直接掏了 VN。其实这里有沙皇和霞，上路并不一定要选压制的 VN， 可能换个队伍就扎克或者谢帝了。但这是镖局，我能进攻就一定要进攻，这就是队伍风格。其实这里也有一个英雄在这个标5优先级是得到确认的，那就是岩雀。在 PSG 眼里，第一把他们甚至宁可给 Knight 狐狸也要得到岩雀，而这一轮更是1强。而关于岩雀这个点，大家要记一下，因为后面打 T1 还有滔博打根基的对局，岩雀这个点在换线体下都是相当重要的。而 PSG 这把让 Maple 1抢到了岩雀后，那对抗沙皇基本就能够保证对边线有一个辐射，而在这个基础上，阿智拿葵去打换线的价值就有了。首先葵是可以选择1级学 W 强蹭前3个兵经验的，不会像 VN 那样直接被压出经验区。同时葵在扛越塔上也很厉害，可以看到镖局这里越了2轮才越死，在经验上葵已经赢麻了。而更糟糕的是野区，因为镖局上路是射手，所以熏是一个往上刷的路线，去保证 VN 的前期压线。你不可能去赌对面换不换线吧？因为 PSG 这里呢，他下路选 EZ 加艾希这样的双射手，他也可以打下路线权。在这个前提下 ，PSG 他一换线，熏就被迫面临了一个尴尬选择，那就是蓝区3组直接越下。虽然1血拿了，但 VN 和魏的经验都亏烂了。而葵呢，还有 TP 捏在手里，虽然有2个镀层入账，但分到4个人手上才30块钱，加上沙皇还被辅助艾希干扰了对线，所以第一轮进攻下来，镖局是亏了的。实际上，镖局这个阵容第一轮资源需求的是潮虫，而不是小龙，但 PSG 通过换线反而是拿到了潮虫。6分钟大家也看到了 ，VN 到现在也才3级，而葵已经5级了。VN 这个英雄如果没有等级和装备优势，他在边线的影响力会非常小。而熏由于第一轮野区亏到烂，导致了他6级的第一波节奏也会晚。可以讲换线之前可能目的仅仅就是逃避对线，可随着职业队的开发，现在换线已经从逃避弱势对线变成了针对你打野节奏和优势路的一种压制手段。实际上第一局 PSG 就已经展现了对野区的针对，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处理好没效果而已。当然 PSG 依旧在个人能力上存在短板，17分钟这波5打4主动开，结果反而还死了一个的情况，说实话是不应该出现的。无底的这个艾希还是差点味道。但我们站在镖局的角度来看这局，压力其实在于对局打得很闷，我一个魏加洛这样的强开却没有太多除了资源团外的主动节奏，反而是 PSG 这里频繁靠着 VN 不在正面的时候开团，所以这种情况下镖局也走上了拍男爵的老路。但 MSI 前瞻我又跟大家讲过嘛，现在男爵伤害真的太高了，没有坦克扛真的很伤，拼这一枪给了 PSG 机会，那就跟第2局一样，一着急就烂完了。但这局啊输的本质还是在于换线导致魏和 VN 这对本应该成为节奏点的英雄在第一波换线后亏太多了，导致雪球没滚起来。而到了换线期，岩雀能够快速支援和推线，团战作用也大。镖局呢边线上少一个 T， 就只能在中路对着抢视野，这种情况镖局是不愿意接受的。但得说啊，镖局这个队伍好就好在他们局内的调整真的很快，而且在班人上头不铁，决胜局直接办掉了岩雀，然后下路呢全部 open 给 PSG， 自己抢维鲁斯、艾希补老黑。PSG 表现好的点全部给你按了，最后呢补上中路 Nico 强线权，再加上野和千珏，保证野区的对位。选完直接游戏结束，右边啊不可能还得了手。PSG 中路的 ID 换成 Faker 还能打，但以 Maple 的状态来打这个阵容，那就是肯定是一边倒了。决胜局是很经典的一场镖局式的速通，虽然从总比分上3比2不是特别体面，但 MSI 实际上比的就是调整能力。储备上啊，大家都是春季赛那一套，变量不会特别大，大家看得出镖局应对换线应对的不好，镖局自己也知道 PSG 在团战能力和个人能力都弱于镖局的情况下，能将比分逼到2比3，可以说让镖局是敲响了警钟。可镖局能够从这场比赛有所收获，那这样输一些也并不是坏事儿，只要他输的是战术，那就有调整的机会。何况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在于镖局在被弱旅逼入到决胜局的情况下，没有人动摇红温，那这点还是让人挺安心的。G2 和 T1 的比赛，我个人觉得啊是比 PSG 打镖局要精彩的。PSG 和镖局本质上打的是相似英雄池下的对抗，比的依旧是运营和基本功。虽然有换线战术的变量，但大家对于游戏的理解还是相同的。但 G2 不一样，他们是完全在玩自己的东西，比如第一把的亚索莉莉亚、Missy 的绝活波比，包括充满 AD 之魂的大嘴，这些都是很独特的部分。本身 T1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在对线端的英雄值很厉害，可和 BLG 一样，由于啊对手存在换线的可能 ，T1 没法无脑选上下2条边线去做压制的阵容，你被换线就难受了呀。最典型的就是第3局，这里 G2 第3手亮波比，表明我要走上野的路线，那 T1 蓝色方抢走卡牌，然后用青钢影辅助去 counter 没位移的 G2 双 C， 结果呢 G2 反手把波比摇去下路 counter 青钢影，然后上路继续用亚索来面对卡牌。Broken Blade 的亚索就和冰的武器一样，这属于选手的个人储备解，这手亚索是让 T1 的 EP 挺难做的。这个标5有一个情况啊，就是 T1 他在对线期的非受迫性失误太多了。第3把 Owner 皇子上路一波大线的 EQ2连失误，我是卡牌我想退游戏啦。
而 Faker 这个 BO5 状态起伏也很大，光是前3把就被单吃了2次，但中后期处理呢又很老辣，第5把的狐狸更是血 C 抬着 T1 走。G2 这个队伍本质还是希望跟 T1 进入乱斗换人头节奏的，而不是单纯的运营节奏。如果不死人一直打架，那么 G2 是愿意的，但如果是兵线运营后再彼此找机会，那就轮到 T1 的回合了。Caps 在整个 BO5 做的最好的部分就是对线期，老帽的转线期处理是一塌糊涂，疯狂给机会，但对线端还是给足了 Faker 很大的压力。在 Faker 抽身不出来的情况下 ，T1 是懵的，这点已经是很多对手的共识了。G2 呢，敢打、敢送、敢操作，选的也非常规，打了 T1 一个出其不意。这里我夸一下打野叶卡和上路 Broken Blade 这2兄弟打的真的是天马行空，但 G2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塞纳提醒，所以塞纳呢必须得搬，导致第4把 T1 能够做到4大天王，双方搬3个，然后自己单拿一个维鲁斯，组了一个很扎实的沙皇兜底前排魁照的这么一个阵容，也是给到了辅助位 counter， 算是 T1 很喜欢的一套 BP 板子，最终 counter 位巴德的效果也很好。那 G2 这边也没有继续整活了，打了一个传统双 C 阵容。Hans 萨玛的大嘴巴其实和小奶油的阿卡丽类似，都属于都市传说级别的地图。那选完双方注定就是比运赢了，结果自然也不出所料，20分钟 T1 拿下了3座外塔加6重，还有双龙，就运营差距啊真的太大了。但第5局来到蓝色方的 G2 是可以拿到自己想要阵容的。前4把呢 G2 没有做太多换线处理，但他们是第一批向卓哥学习换线的队伍。其实他们换线处理啊是处理的蛮好的。第5把靠着 Mixi 波比出色的发挥和合理的换线，让 G2 下路也是早早的拿到了优势。但很可惜 G2 依旧在运营处理上差点味道，在前期优势的情况下 G2 啊没有把雪球滚起来。我就说一波，大家就知道 G2 为什么在准备更充分 T1 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却依旧没有拿下这场比赛了。9分钟打野蹲草抓下，以1条龙的代价逼出下路双射手的闪现，然后呢波比在找到机会完成了对维鲁斯的击杀。到这里潮虫已经是 G2 的囊中之物了，下路只需要推完这波炮车线转上路拿6重就完事儿了，这样贝尔维斯能变身，下路顺势换上，继续对老黑进行压制。但 G2 下路啊选择了再蹲一波，这样的一个逆向思维呢，让 Carry 失去了警惕。没想到啊你还在 G2 下路再次蹲死辅助，到这一切也都很完美。可问题是叶可的贝尔维斯是第一时间落位潮虫的，下路没法来的情况下，上半区他就是一个3v3，上单虽然有限，潮虫叶可也点了眼，知道 T1 不知道龙坑情况，所以他直接开动了。这就是贝尔维斯玩家的习惯，就是先秒一个变身，你来了我再走。但 Faker 和 Owner 在下路被击杀的一瞬间，就立马往潮虫靠，给压力了。G2 啊，他没想到 T1 的反应这么快，中路的这波线权其实对岩雀来说就是2秒的事儿，他有是可以跟的。可老帽没有第一时间提醒打野，就这么一个小空隙，立马就被 T1 抓住了，6重丢了，打野也没能变身，这波就巨伤了。甚至可以说贝尔维斯这把最应该起的节奏点就这波，结果丢了闪还没变身，那基本这把贝尔维斯就不能 C 了，只能看 Hans 萨玛了。但这把金克斯，我只能说懂的都懂。那就只能转4保1了。可金克斯打不出东西，那有啥办法呢？我个人感觉，仅从这个 BO5 来讲，叶可的状态是绝对比汉斯萨玛要好的。如果 G2 没有下路那波临时起义的击杀 carry 而是走常规的运营打资源置换，让大杯稳稳吃6重，我想 G2 都不需要打到后期那么艰难。或者说叶可稍微等一下，沟通好一点，局面也会完全不同。不过这就是 G2 了，你享受他临时起义的天马行空，就得接受他在运营端的这种瑕疵。而对于 T1 来讲，我觉得整个 BO5 最大的问题就是边线 T1 他打不出太多威胁，尤其是 Broken Blade 有亚索能同时应对卡牌和温后，宙斯有点熄火了。T1 呢被迫传球给 Faker， 而 Faker 的状态又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 G2 成功和 T1 打满。虽然 T1 靠着 Faker 的第5局无力逆天发挥笑到最后，但从目前打的内容来看 ，T1 无论是技战术还是状态都很一般。终于来到本次 MSI 最大对手根基了，这个队伍特征很鲜明，中路大河爹，上路全能王，下路纯混子。所以在和 Top 的这个 BO5 前，我想大家应该期待的是哥妹组合对线贯穿配置，然后辐射其他路，这也是 Top 最擅长的。可我得说，根基这个队伍它是所有队伍里面在线权处理和攻防转换上做的最好的队伍。如果说 BLG 是拿了线权后不断去做进攻做压迫，那么根基就是通过线权去给中上大爹去拉发育空间。可以说在防守端根基真的很变态，而这个 BO5 最麻烦的一点就是根基的中上英雄池太深了，Chovy 的龙王甚至可以上1轮班的这种程度，所以 Top 在这个 BO5 是毫无疑问的挑战者。而第1局 Top 就完全劈叉了，在 BP 端和运营端都被算烂。首先是 BP 上，小奶油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岩雀不太行，春节上被 Knight 沙皇线游走的岩雀还是历历在目。前面 PSG 时我也跟大家讲了嘛，现在换线战术有一个核心，其实就是你中路得稳固，你没线，那么即便你边路再换线，但野区很容易在换线的交换中吃大亏。这种熟练度的岩雀，你很难去面对 Chovy 的飞机。在上一轮打 Fnatic 时Chovy 是直接用飞机对位打穿了 Humanoid，3分钟就打闪了。这种情况下，小奶油就不愿意拿岩雀去扛线了。而 Top 的想法是，我不可能同时去处理 Chovy 和 King， 起码得解决一个嘛，反正我下路能赢。
那很可惜，滔博的战术预想完全被根吉看穿了。第一把滔博是摆明要打换线的，他们明知 King 有长手维恩的情况下，依旧一抢奎桑提，而在2轮班滔博又只ban掉了扎克，摆明就是你选维恩呗，看我德子越不越你就完事儿了。滔博呢是想复刻 PSG 打标剧的那场奎打维恩，可没想到啊，这根吉还真有解，他们居然把维恩摇去中路去吸Chovy的经验。其实飞机打阿卡丽带多兰顿加复数之风、迅捷步伐，还有 MSI 刚加强了30点技术生命值，是可以打以血换蓝的，就不会被推得这么恶心。但维恩去中路，他不但有经验，而且线可以随便囤。此时滔博才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中上一起自爆，而是只有369一个人爆。所以滔博啊，赶紧叫野辅护着369回下路吃线。可中路有线的维恩就2级直接转下了。这里即便3级泰坦、4级破坏王，但也没用，老黑只有1级，而维恩已经是2级半的经验了，而且中路一直被压线，也没有能够来缓解压力或者说收残血的机会。根吉这波卡2塔前的4打3就直接赚飞了，滔博的主动换线变成了血亏，只能说根吉真的是有备而来，应对的太完美了。通过中路的压制，让主动换线的一方被迫换回来。第一把到这里已经记了，老黑打 VN 本来就不好打，前期还输经验输经济，那直接就是掉线。要不是 Canyon 有一些不理智的上头，这把会输得更难看。其实滔博第一局是想要拿到战略价值的，比如阿卡丽前期虽然没线，但如果按滔博剧本压制主 VN， 那么阿卡丽中期在边线是能够给脆皮多的根吉很大的威胁的。可这个威胁呢，完全没有打出来。Chovy的飞机啊，基本是无压力发育，成型后呢伤害就太爆了。滔博想开团，抱歉也没机会。滔博第一局唯二2次团战胜利都是靠根吉自己开团反打来的。第二把滔博来到蓝色方，这把就是很标准的4大 AD 半3抢1，而根吉呢也是做好了打滔博卢娜的准备，半维鲁斯放卢娜，然后经典的露露加厄斐琉斯这样一个能对位打卢娜的大核发育线路组。滔博被迫半飞机半龙王的情况下，2轮再被追半了小炮和会，那基本大核也没有了。滔博怎么拿后期价值都不会比根吉高，就根吉这个队伍他是不需要开团的。很多人认为阵容就一定要有一个开团才行，但并不是这样，有线权的阵容其实不一定非要有开团点。滔博虽然选出了鳄鱼、猪加狐狸这样一个动物园上中野，6级很强势，但如果前期没线权被拆分成3个1v1，那就是全部都坐牢。而根吉的对线也没有问题，3分钟小奶油的狐狸已经没有状态等着交 TP 了，而盲僧也是中上线权直接入野，天的野区没办法呀。但这里还是夸一下天，这里他已经尽力在想办法了，在中上没线的情况下，他牺牲自己的刷野去找 Canyon， 然后从中路又绕去了上路，想在上位去找机会，但中路线权太稳固了。先是 Chovy 看到了天区上野区的信息，随后 Canyon 也探照扫了一下，可以从动线来看根吉的防守有多扎实。在上路炮之前回推的时候 ，Canyon 已经落位了，而Chovy呢又是一个往上支援的姿态。如果滔博想硬来，那露露也在路上，导致呢上路短暂有线权的鳄鱼猪，甚至连这组石头人都没法反。5分钟3级，天是直接裂开。根吉这种大核阵容啊，他不需要进攻，他只需要你前期不太有优势就行。11分钟，鳄鱼猪加狐狸却还是给根吉控到了4重，节奏已经很难受了。15分钟纯运营的情况下，滔博已经是只有 AD 位有经济领先，这对于滔博这种前中期阵容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大家要明白一点，滔博是一个爱打架的队伍，如果场面很闷，没有对抗，那滔博是会自己出问题的。所以15分钟这波小龙，滔博是想求战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根吉这波居然也想打。说实话，根吉这波是有点送的，他们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远不如他们的防守，但滔博的团战打得太烂了，这波猪妹空大就算了，但整个队伍的集火完全瞎整，先秒露露或者先秒盲僧都可以。本来猪和鳄鱼顶一边随便打的团战，反而给根吉赚了。虽然厄斐琉斯死了，但根吉是拿下了龙，断了滔博的龙魂节奏。而且可以注意到 Chovy 的沙皇只凭对线期就已经拿到了接近1000块的对位领先。卡牌打鳄鱼，鳄鱼是永远没线权的，这时根吉的防守就太扎实了。就看他们先动先锋的这波吧，上路推线进塔，野区完全是视野，中路平线，滔博就只能在没视野的情况下硬打，然后就是一波很丑陋的幽默追击了。关键是这波送完后，根吉本身就是处理完现在做的事情，那么滔博亏线来打还输了，那代价就很大了。中路反推了卢娜的1塔就算了，上路呢推线进塔，而 King 也去下路把线给解了，那后续沙皇又能很安全的吃下路的回推线，就兵线处理的太扎实了。第二把滔博也是很闷的输掉了，打到这里发现不行啊，我保下路的英雄是赢不了的，因为中上2个单人线会在游戏中期被推线推烂掉，说白了中上不能被这样 counter， 尤其是中线权，所以必须要抢住。第3把滔博先抢维鲁斯，给到根吉卡莉斯塔加泰坦加飞机这样一个前3手，自己呢则是补了大树小炮，先拿中野，那维鲁斯肯定就没有合拍打压制的辅助来配合了，而且维鲁斯的生存环境只能说懂的都懂。我比较奇怪的是 Canyon 2轮居然没有继续喂，而是皇子，感觉这里喂会好一些，皇子还是很难限制小炮的，可能觉得第一把喂的效果一般，想换个口味吧。不得不说 Canyon 这个 BO5 状态真的差，好在小炮肯定是能推飞机线的，而这时呢 Canyon 在野区也是雪中送炭，在前期1
血一给到小奶油啊，就好起来了。中路线权能稳固的情况下，滔博就可以开始他们最擅长的下路狂怒环节。这把唯一的变数在于红四方唯选的根基拿了一个瑞兹来 counter 369的兰博。说实话，69的兰博上一把就该亮了。先不管兰博能不能 C， 但兰博是一定能有限的。那 King 呢，不是第一次瑞兹打兰博了，去年世界赛兰博最变态的版本 King 就用过一次瑞兹来 counter Cannon 的兰博，所以这也能看出根基是打定主意啊，要 King 从上路打突破口了。而三叔野区这波送的也贼关键，因为69前期对线毕竟是带火的，打瑞兹实际上等级高后才会压力大，而打野死了，大树顺势来上越塔也是让69缓了口大气。只是这里啊，天点错小地图了还是什么，莫名回头死了。那这里天也挺郁闷的。好在呢，小奶油拿了一个一血，上路也拿到了人头，稳住了局势。那后面根基被迫要出来接团找节奏了，不然就是慢性死亡了。那这种节奏滔博是很愿意的，滔博这把也是很漂亮的扳回一城。但我用根基输的这把来讲一下根基这个队伍最擅长的地方是什么。17分钟这里滔博先是3人抱团想拆上路，但被飞机快速清线，最后兰博呢徒步跟队友集合拆中。这里就是放下路线给瑞兹带，我先你一步来做事嘛，毕竟瑞兹有大招。兰博如果去守线，他一辈子在塔下坐牢，那正面团永远是少人的。所以滔博用了一个下塔的代价去换中路的进攻。那根基目前是一个防守回合，所以超宇是清完线就去掐石头人了。而中塔高破，滔博选择撤退。此时根基下路线已经推进塔 ，King 这里是直接预判到69会去接下路线，这种进塔线不可能有人不吃的。那小炮在上路，兰博这里肯定会徒步去吃，于是根基立马在上半区做反扑，也就是在滔博完成进攻回合，准备要补给变防守时，根基突然发力 ，TP 上路直接组织一波5打4，这个判断非常好。如果兰博没有去下路，那根基这波是纯送的，但兰博就一定会去下路，所以这波就是对于兵线的一个预判。要不是 Miko 处理的好，打断了瑞兹的大招，让小奶油离场，这波会亏很多。那即便没拿到小奶油的击杀，但这波遭遇战的胜利也让根基轻松的反扑拿到了中塔，这就是根基的运营。他在攻防的转换判断上非常漂亮，只能讲 King 和 Chovy 在边带上的化学反应还是有东西的。当然呢，滔博此刻也找到了能让他们发挥的点。第4把根基想继续让你滔博拿卢娜，但滔博已经知道中路此刻是最重要的，我不要，我下路可以牺牲。这里亮德莱文就是做好给你为针对的准备。滔博抢走了飞机，然后2轮搬岩雀和狐狸。根基第4局阵容走的是4平8稳，单看阵容没毛病，很扎实。但问题是 King 有点瞧不起69了。说实话，搬鳄鱼而不是谢帝有点那啥了。而滔博这边下路窗长手，根基下路也不敢直接对位，只能是换线，算是规避了滔博优势的上下2路。这把滔博做的最好应对就是我下路优势拿 Miko 就直接无脑去中路帮推。说实话，超宇推线确实是狠的，如果下路没线权 ，Miko 不能来帮他解线，那飞机压力真挺大。但 Miko 来了，中路线顶住了，那此时就轮到 Canyon 要想点子了。这把德莱文是绝对的诱饵，虽然队伍的 carry 核心是飞机，但根基前期还是想要断下路的线权，不让下路这么无脑的去中路帮解线的。Canyon 的这波绕视野挺好的，就是睁眼判断错草了，这样根基进攻的意图被完美洞悉。魅魔哥哥更是肉身勾引，就职业 AD 有纪律性，肯定是要靠强战的。这个站位就是纯卖给你 Canyon 一个距离，一波完美的反蹲，还喂给小奶油一个人头，结束了。根基是标准团战阵容，和滔博也是一样，可负 C 的差距太大了。哥哥的德莱文作用是完爆配子的，后续其实打的就很轻松了，速龙加团战。就其实每个队伍啊，他擅长的画面是不同的，关键在于滔博怎么把根基拉到自己擅长的画面。但第5局来到蓝色方，说实话，这时滔博英雄池不够的问题就有点无解了。半掉小炮和德莱文抢飞机，小奶油基本上中路就发育只能 C 的英雄就没有了。而岩雀、狐狸、沙皇这些传统法师，抱歉，Chovy说我能吃完，就硬点菜了，属于是。如果小奶油可以拿能 C 的大河，那滔博搞个卡莉斯塔无可厚非，但没牌了呀。奶油打Chovy的大河他没牌解，所以就拿着卢娜保一下下路。但这直接导致2轮小奶油没有能够跟Chovy争线的英雄，只能讲就是又是卡莉。决胜局呢，我觉得滔博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们想主动换线，而换线这个战术，从第1把根基的应对来看，就知道人家是有备而来的。虽然滔博下路很难打这个双射手对线，但实际上 King 的经验太老道了，他1级学 W 硬吸经验，然后 W 控制抵消，就滔博开局越塔就把自己越崩了。上路本来是优势对线，结果自己换线换裂了，上单落后等于烂，而下路本身又不好打，上路越塔拿的1血虽然经济上小领先，但他依旧是亏经验的。只能说根基在对换线的应对上确实是很好。而三叔选豹女让根基整个阵容显得特别软，但我前面也讲了，根基这个队伍善于线权运营，而拿线权后养超宇就够了。说白了，只要Chovy无限的把小奶油压在边路，没人头的法刺打团也没有什么威胁。根基这个 build 配泽三叔打的都不行，
但队伍的英雄池确实领先太多了。Toppo 属于劣势了就硬抓机会，而佩子和三叔也确实给机会，比如豹女野区死完后，卡莉斯塔和艾希硬摊一波线才想走，想操作就算了，佩子居然治疗捏那么死。其实 Toppo 靠着他们最擅长的下野联动已经有点打开缺口的样子，虽然经济没拉开，但 Jake Love 已经慢慢肥起来了。但 King 杀死了比赛。9分钟这里369是亏兵交闪来抓这个豹女，但他只拿到1个助攻，本身前期就有点烂，这波亏线支援再没人投，那就更没法打了。而交闪这个信息立马被 King 捕捉到，叫打野来做了一波 gank， 抓完之后 King 利用 TP 差马上要回馈团队，在下路被 gank 的时候 TP 保下，配合 Canyon 完成了反扑。这里我们可以看中路，小奶油虽然 TP 下来，但他是血亏的，因为 Chovy 是推完中路线金塔，选择回城后再 TP 去上路补线，而小奶油是亏线 TP 保下，还没保住，后面又得回家。跟几代Toppo的进攻回合的这波反打，可以说是一点线没亏，一波团经济直接拉开。这波打完就已经烂了，飞机发育势不可挡，只能讲跟几这个队伍在掌握线权后，无论是打防守反击还是打边线运营，都处理得非常合理，真的是严丝合缝。虽然Toppo靠着他们擅长的下野抓机会，在死局里找到了一线生机，但每次Toppo打这种压力很大的团战，说实话都处理得很差劲，就越级失误越多。不过我对Toppo本次 MSI 之旅预期就是吸收和进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能跟根基打满我是满意的。而在落后的情况下 ，Mako 尝试的去中路顶线帮助队伍去解决困境，这种主动性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两队其实在英雄池战术储备上都有差距，尤其是对换线的应对上 ，King 真的有点变态了，只能说还得学。在英雄池这块，滔博上中的短板还是太严重了，奶油的 Nico 岩雀得有啊。而69，我先不说像 Broken Blade 冰什么亚索武器，甚至我不说长手，起码打魁你不能只有螃蟹吧，多个扎克我觉得都还好。就还是英雄池导致滔博后续很多东西打不出来。你打 LPL 级别的对手，这个英雄池肯定够，但你要往上打就得更多一些。我想最振奋的还是 BLG 击败 T1 这个 BO5 3-1，干净利落。比起胜利呢，更让我惊喜的是 BLG 的进步。上次打 PSG 的经验可以说完全吸收了，而跟击打 Toppo 的这个 BO5 也对 BLG 有启发。因为冰上一轮啊，长手打魁，结果因为换线处理不了，把自己换炸了。但 King 的这个走中吸血，他一学，哎，好像又可以继续长手了。当然第一局 BLG 在越塔上没有处理得很好，第一波越塔姆越亏了，但后续 Knight 单杀 Faker 从中路打开局面，让队伍很快的就进入到 BLG 最擅长的中路有线边路无限施压环节。其实第一局如果不是 Faker 前期被单杀，导致中路线权的丢失，破败王加塞纳塔姆的小规模对抗能力还是挺可观的。像第二波龙的这波团战 T1 拉扯就很好，但 BLG 这个队伍为什么猛？就是你即便在下半区防住了止血了，但你上半区还是会被持续的施压，双边线进攻 BLG 如果下半区撕不开口子，那我可以换上半区弄你啊。就 T1 其实不愿意无限制的往下拖的，经常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我阵容后期我拖就赢，但这个游戏英雄的发育环境是受限制的。这把 T1 正面4个人没节奏，而宙斯1v1打 VN 是一辈子坐牢，塞纳又是一个副 C， 大家别觉得可以无限捡魂就是后期，其实没有那么多魂给你捡的，而且一直被推荐也没有钱，所以左手前期的精彩发挥让 T1 太早的进入到2塔防守阶段，而在3路被推的情况下，你想滴水不漏是很难的。最终 Owner 眼上盾被逮到，BLG直接拿下关键的男爵。说实话，大欧的破坏王这把注意力真不够集中，2次阵亡送的都很大，只能讲 Owner 也干了。后面就是冰非常帅的1打3，彻底杀死比赛环节。哦呦，一阵隐身啊，暗夜里的刺客。第二把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 T1 依旧是放着维鲁斯不拿，继续塞纳体系。从整个 BO5 来看 ，T1 更多的是寄希望于选塞纳塔姆，让塔姆去单人线抗压，从而让上路能够和塞纳平分经济。算是 T1 为换线做的特殊准备，效果有是有，但没有达到特别好吧。那 BLG 打 T1 目的明确啊，我按 Faker 沙发全给你按了，然后第3手抢魁，再尊重的办卡牌VN打扎克，我想 BLG 肯定是有想过的。T1 第2把最妙的一手还是给 Faker 把岩雀抢了，中路有线能动，对 T1 这种喜欢进攻的队伍来讲太重要了。实际上第2局 T1 赢的跟第1局 BLG 很像，就是中路我有线，我就能去边路做事儿。前期猴子对岩雀没威胁，而能动的 Faker 发挥也不错，在 BLG 下路线杀后也是第一时间到场善后，加上扎克打魁是优势，所以能叫大家来越。冰这波虽然操作很帅，但这样被越塔还是很亏的。第2把我觉得还是 BLG 在打野的选择上有待商榷吧，猴子的发力器还是太靠后了。T1 和 BLG 都是进攻队伍，前期的主导权还是很关键的。BLG 猴子加飞机面对赵信加岩雀，前期还是太过被动。好在 BLG 第3局啊，马上就调整 BP 了。这次我卡利也不要，我直接1抢岩雀。我只能说 MSI 大家头都不铁，调整都挺快的。而 T1 头铁依旧还在那塞纳塔姆，那代价就是中路要吃亏嘛。当然塞纳塔姆这波还是有效果的，塞纳就和卡牌吃一条线，让塔姆去塔下扛揍，还真没问题。但这些局部小优啊，它不能弥补 T1 中路没英雄拿的问题。而冰的第5手武器出的也很好，有反击风暴，其实吃经验也没啥问题。而小法师加盲僧这个点，我回头看感觉可能是 T1 准备盲僧配合小法师无脑去踢款
响岩雀的这么一个策略。小法师的匡配和盲僧打岩雀是很容易出闪甚至击杀的，而打闪后呢，岩雀就不太敢动了，就曲线救国嘛。但这局 Knight 处理的太妖了，他4级就开始亏线游走做事儿，虽然等级落后了一些，但对边路节奏的带动是实打实的。小法师前期没法动啊，等到 Faker 6级第一波跟上的时候，其实 Elk 下路已经很肥了。这把 Knight 的策略就是出其不意，他不是推完线动，而是亏线来动，他真的我哭死。这样配合大树加卢娜，无限的给中路压力，而 T1 在这种不看线权硬要抓的高压下，中期就被打花了。虽然经济上没有拉开的特别明显，但实际上卢娜一旦能破中塔，就可以很轻松的回馈给边线施压，卡牌也好，小法也好，都很难走的。而16分钟2件套的卢，右边根本没有人能够管住他，宙斯卡牌面对武器也只能哑火。第3把依旧是 BLG 掌握主动后 ，T1 慢慢的被滚起雪球，最终一波被打死。其实到这里啊 ，BLG 已经尝到了限制 Faker 带来的甜头，好像我们按死 Faker 后，其他4个真的没啥画面啊。所以第4局直接极致的压榨，他们知道 T1 肯定蓝色方要一抢岩雀 ，OK 不给你喽，其他你随便选，反正 Faker 不能有好英雄。其实 Faker 和 Knight 都不算很喜欢小炮的选手 ，Faker 去年夏季赛小炮2把0胜率，这赛季没玩过，而 Knight 也差不多都是很少赢的。但 Knight 第3手勇敢的抢下小炮，然后再把 counter 小炮的会给办掉，同样后期的大河龙王办掉，这里就是和 Chovy 打小奶油是一个策略，我选个发育大河，但我对线期能推你中路的线，然后我就无脑拖后期团战。到这里 Faker 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了，虽然 T1 办掉了大树猪妹这种小炮好搭子，但轩还有绝活豹女补 AP 啊，人家居住莉莉娅都能搭，那豹女怎么不行？出阿卡丽也是跟滔博一样，我就只能赌一手对线期能有变数，能打开局面了。但后期小炮只要3件套，大穿1套，正面 BLG 真的就是闭眼打团的。所以这局我觉得变态的倒不是欧恩的频繁神钩，也不是 T1 这边高压下的离谱操作，而是 Elk 的这个塞纳呀，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就其他的塞纳虽然算辅助，吃兵少点，但多少吃点，他是纯绝世塞纳呀，无限局中恶心阿卡丽，打得和 Mako 那把艾希一样了。本来阿卡丽在前期不是说没有机会拿兵线的，但塞纳像救护车一样永远在后面。公满 UC 卡利奇塔8级的时候，塞纳才4级。结果就是 Faker 和小奶油一样，他只能在塔下吃线。只能说，虽然这个 BO5 T1 在防御塔的处理上应对做得不错，但无论是 BP 的调整还是选手的发挥都没有 BLG 好。BLG 把他们的打法风格很完美的展现了出来，不怕失误，持续进步。我很期待啊，后面 BLG 打根基的那个圣爵上，左手如今的游走理解和桀骜相反的右手碰撞后，谁更能笑到最后？那本期内容就先聊这4个 BO5 了，其他几场时间真的不太够，每天看完比赛就看老头背红温，有点看不过来。稍微写这4场都12000多字了，所以有些不太重要就不聊了。那 MSI 今年比往日在战术的迭代上还是要更多的，这就更考验队伍的想象力和敢于亮剑的精神了。那期待后面各队的精彩发挥吧。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麻烦各位给个3连。那我是元某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